其实宫女做梦也想不到，茱莉亚一开始的计划是和首都的帅哥来一场美丽的邂逅。她的目标早就选中了基德雷公爵和皇子雷杰普两人。原本她还在纠结，到底该选比自己小的雷杰普，还是男人味十足的基德雷。结果这下美梦彻底破裂了。另一边，卡伊娜这边也遇到了麻烦。基德雷突然来了一封信，卡伊娜做梦也没想到，基德雷为了能和他见一面，竟然要为卡伊娜建一栋大楼。他是帝国最毫无人性的公爵，为了能见公主一面，他居然要在公主的成人礼时将一整栋大楼送给她。卡伊娜刚刚收到皇家学院的一封信，打开一个直接惊了。信里面说，为了庆祝卡伊娜的成人礼，基德雷要在皇家学院建一栋大楼，于是要和卡伊娜商量下大楼的建造等相关事宜。卡伊娜心想，这小子怕不是有病吧？就为了和他见一面，一言不合就建大楼，就算是骨灰级的直男也想不到这么奇葩的招吧。但这么好的机会，卡伊娜怎会轻易放过呢？他决定让奥利维亚和基德雷正式见面，于是他让贝拉去做奥利维亚的思想工作。贝拉告诉奥利维亚，最近公主有位贵宾要来，正是考验奥利维亚能力的时刻，所以这次接待工作就交给他吧。奥利维亚有些好奇，到底是哪位大人物啊？贝拉淡淡的说，是基德雷公爵大人。他听后整个人瞬间裂开，刚刚父亲的信中还在对他没能和基德雷结婚而遗憾，奥利维亚反倒觉得轻松了，自己能来皇宫反倒是一种幸福。谁知又要和基德雷见面，思考了许久之后，他决定去接见基德雷，但在此之前他要和卡伊娜见一面。随后他来面见卡伊娜，他向卡伊娜坦白自己的能力确实不行，担心会在接待基德雷时出现错误，让卡伊娜丢脸。卡伊娜听后微笑着说，奥利维亚聪明伶俐，一定不会搞砸的。见此情况，奥利维亚只好说出心里话，自己和基德雷的婚事刚刚取消，他现在又去面见基德雷，被传出去了，实在说不过去啊。见此情况，卡伊娜只好和他把话说开了。之前为了让奥利维亚成为他的侍女，导致奥利维亚取消了与基德雷的婚事。卡伊娜向他坦白，之前自己的确喜欢过基德雷，因此羞辱过奥利维亚。他向奥利维亚真诚的道歉，甚至还向他深深的鞠了一躬。奥利维亚被深深的感动了，赶忙紧握着卡伊娜的双手，他让卡伊娜不要这样。那件事他根本没放在心上。卡伊娜痴痴的看着他，其实自己并不是为这件事而向奥利维亚道歉。潜意识的卡伊娜十分嫉妒奥利维亚，她因此遭到卡伊娜的各种报复。而在原著小说中，奥利维亚才是真正的女主角。复活后的卡伊娜不断努力，要将奥利维亚和基德雷撮合在一起。在卡伊娜的一番开导之后，奥利维亚终于放下了心中的包袱，决定坦然的和基德雷见面，并保证绝不会给公主府丢脸的。可是让他没有想到，他和基德雷第一次约会是他人生中最尴尬的一件事。谁能想到，外人面前高冷帅气的基德雷大人，见到老婆也会秒变小奶狗。餐桌边，基德雷正在品茶，这浓郁的口感甚合我意。不过准备茶点的奥利维亚并不知道他喜欢浓茶，一定是公主卡伊娜特意告诉他的。此时奥利维亚就坐在餐桌一边，基德雷看着眼前拥有秀美长发绿色瞳孔的女人，内心却有些忧郁。卡伊娜说的话是真心吗？她居然希望自己和奥利维亚在一起，这个女人真是让人捉摸不透。明明一面在讨好自己，一面又要把她推给别的女人。基德雷正在思考老婆为什么不爱我，丝毫没有察觉茶会上的冷场。奥利维亚决定说点什么打破沉默好了，然而一连找了3个话题，基德雷都冷淡回应，简短的语气词迅速终结了话题，丝毫没意识到场上气氛的尴尬。奥利维亚无语了，这个男人就是大家口中的绅士吗？如此敷衍的做派，公主怎么会对这种人如此上心？说曹操，曹操到。卡伊娜来了，金色的长发在阳光下闪闪发光，水蓝色的瞳孔就如蓝宝石般剔透。等候已久的基德雷迅速起身，一脸激动地看着卡伊娜。卡伊娜有点没懂这是咋了，就见基德雷已经走了过来，他这才发现今天的基德雷和平日不太一样，利落的刘海被放下来，衣服也比平日更加靓丽。见卡伊娜盯着他看，基德雷有点害羞，我今天的样子不合适吗？卡伊娜闻言立刻否定，超级合适，他很喜欢。基德雷很高兴，立刻蹲下想要做吻手礼表示感谢。然而公主突然发现自己居然忘带手套了，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。没想到基德雷只是愣了一下，说道没关系，就亲了下去。一旁的侍卫激动雀跃，我磕到了。然而卡伊娜不知道他们主仆的小心思，这是在干什么？难道自己不小心得罪了他吗？没等卡伊娜想清楚，一旁奥利维亚就要告退。卡伊娜想叫住他，这场茶会可是为他们这对官配准备的啊！就听基德雷冷淡表示那下次再见了。看着两人之间莫名不和的氛围，卡伊娜有点疑惑，还以为让他们单独相处就能自然产生感情，自己还是想得太简单了。两人随即坐下聊天，卡伊娜提起基德雷送给自己的礼物，以卡伊娜命名的一栋学院大楼。基德雷闻言表示他也不知道送什么好，这个礼物或许不完美，但希望卡伊娜能喜欢。卡伊娜闻言一时不知说什么好。基德雷是第一个不送她礼服珠宝，而是送她名誉的男人，这是以前的自己绝不可能收到的礼物，代表他对自己的肯定。想着就灿然一笑，我很喜欢这个礼物，谢谢你。就见基德雷一脸小奶狗表情，
真挚发问：“那要不要再建一栋楼？”绝对是最豪横的公爵。被公主拒绝了无数次后，他竟然砸重金给公主盖了一栋楼。更为了博得公主一笑，他居然还要再多盖几栋楼。卡伊内对基德雷的转变很高兴，但没想到这小子也太能败家了，于是赶忙劝他冷静下来。谁知基德雷以为卡伊娜不喜欢建筑物，于是提议送他古代王国的圣物。卡伊娜赶忙让他打住，他为自己费这么多心思，已经觉得很高兴了，千万别再豪横的乱花钱了。看着基德雷一脸真挚的样子，卡伊娜的心都要被俘获了。原本还奉行不婚主义的卡伊娜，在这一刻都即将沦陷。她心想，这家伙怎么可以这么帅？就在这时，她赶忙让自己冷静下来。可没想到基德雷突然变成撩妹狂魔。当卡伊娜询问他为什么过来，谁知基德雷表示，因为他太过思念卡伊娜，所以就过来了呗。他这种耿直的表白方式，把一旁的骑士巴斯惊得差点崩溃。哪有这么彪的直男？卡伊娜见状，赶忙岔开话题：“你不是有问题要问我吗？”基德雷瞬间明白，他这是遭到卡伊娜拒绝了，所以变回冷静的状态问道：“他已经取消了婚约，不知卡伊娜接下来有什么计划？”谁知卡伊娜听后直接赶走了所有下人，随即以女王的姿态告诉基德雷，她需要基德雷帮自己安排个丈夫，一个假想中的丈夫，拥有着无上的权利。基德雷听后直接懵了，他刚被卡伊娜拒绝，对方就这么着急嫁人，公主拒绝了最爱她的公爵，却让他给自己安排一个丈夫，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男人，因为只有这样，公主才能摆脱帝国最残忍的屠夫。在上一世，卡伊娜任由雷杰普摆布，在别人眼中，卡伊娜就像是他的提线木偶，不管是生与死，都要被雷杰普肆意玩弄。最后，雷杰普更是将她送给变态，让卡伊娜在无尽的折磨中凄惨死去。这一世，他一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，但是他想要彻底改变命运，还得等基德雷彻底继承公爵之位才行。按照小说中原本的剧情安排，基德雷的老爹出轨，和基德雷母亲离婚后，惨遭家族的驱逐，基德雷因此继承了公爵之位。但卡伊娜突然觉得，如此利用基德雷的家庭丑闻，总觉得良心有点小痛。此时基德雷察觉他表情古怪，连忙询问卡伊娜为什么一直盯着自己看呢？卡伊娜尴尬地解释道：“谁让基德雷穿什么衣服都这么好看，难免看得入迷了。”谁知基德雷听后微微一笑，说：“卡伊娜也是如此啊。”不得不说，基德雷这情商也挺高，不仅夸赞了卡伊娜漂亮，还顺便承认了自己帅气无比。他的这番话让卡伊娜顿时小鹿乱撞，讨厌啊，又说这种让人误会的话。卡伊娜见状本想离开，这小子太会撩人了，再和他多待一会，卡伊娜说不定就会彻底沦陷。基德雷却挡在他的身前，质问卡伊娜：“难道和自己在一起会让他不舒服吗？”卡伊娜心跳不断加速，尴尬的解释说不会啊，可他还是不依不饶，竟然直接握住了卡伊娜的秀发，追问卡伊娜为什么总躲着他。这下卡伊娜再也不能淡定了，心想他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啊？不是最讨厌和别人亲密接触，这怎么还对自己动手动脚？卡伊内赶忙解释说，他只是担心会让基德雷不舒服。谁知基德雷却将他抱在怀里，轻声的表示他并没有不舒服。卡伊内总躲着他，反倒让自己很难过。说罢，他护送卡伊娜离开花园。卡伊娜再次与他贴得这么近，脸颊忍不住泛起红晕。被基德雷发现后，他赶忙解释说这里太热了。两人都在悄无声息地发生着转变，只是他们还傻傻的没有察觉。基德雷的助手骑士巴斯早就察觉到了不对劲。曾经在战场上的基德雷可是让蛮族闻风丧胆的死神般存在，他凭借不畏生死的魄力，彻底平定了蛮族的叛乱。也正是在那场战斗中，他将巴斯从死亡边缘救回来，让他顺利从雇佣兵变成了正式的帝国骑士。只不过坠入爱河的基德雷已经褪去了冷酷的外衣，变成了卡伊娜公主的专职小奶狗，就连他也为基德雷感到高兴。不过基德雷为了能和卡伊娜在一起，也在偷偷做着准备他的下一个目标。